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做什么坏事，对人也总是掏心掏肺，但这辈子却活得比别人还要辛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在人群中总是感到格格不入？大家都在追逐名利，争得头破血流，你却觉得那些东西好陌生，甚至常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仿佛自己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不是常常心太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忍心看别人受苦，结果却总是被身边的人辜负，被现实弄得遍体鳞伤？如果你对这些问题都在心里默默点了头，那么请你今天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个被隐藏了很久的宇宙真相。你真的不是命苦，你也不是运气不好。在民间的说法里，老一辈的人会说，像你这样的人是神仙转世，是仙女下凡来渡劫的。但在我们佛学深邃的智慧里，这有着一个更美丽、更慈悲的名字。你很可能是成愿再来的觉醒者，是带着宿世深厚善根来到人间这所修道院的老灵魂。我们常在神话剧里看到，神仙在天庭待久了，因为动了凡心，或者要经历某种考验，就会被贬下凡间渡劫。民间也常传说，神仙转世的女生身上自带仙气，能旺夫益子，谁娶到就是谁的福气。这些说法听起来很神奇，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现实生活里，你会发现，所谓的下凡渡劫，其实就是我们在人间经历的种种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为什么你会觉得这辈子特别难熬？佛法讲述宇宙生命的流转，提到天界的天神，当他们的天人福报享用尽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五衰出现时，他们就必须重新进入轮回。但有一群人，他们不是被业力牵引着无奈下坠的，他们是过去是在天界，或是已经修持到极高境界的大修行者、大护法神。他们看见人间的苦难，心生不忍。他们向往人间虽然充满痛苦，却也是最好觉悟的道场。于是他们主动选择放弃了安逸的境界，发下宏愿，重新披上这件名为肉身的衣服，来到人间。这在佛教中就叫做菩萨成愿再来。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想象一下，有一座充满病痛与苦难的重症监狱，里面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因为犯了错，被法律判刑关进来的囚犯，他们在里面受苦，充满了怨恨、恐惧，天天盼着刑满释放。这就像是我们凡夫俗子，因为过去世的业力牵引，无奈来到人间受苦还债。但是监狱里还有第二种人，他们是医生，是心理辅导员，是自愿走进来的志工。他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待在温暖的家里，但他们不忍心看见囚犯受苦，所以主动走进了这个又脏又暗的地方。当医生走进监狱，他一样会闻到臭味，一样会感到疲惫，一样会被不理智的病人伤害。这就是你在人间感受到的痛。你之所以会觉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是因为你的灵魂深处还记忆着天界的清净与美好。你之所以看见别人受苦会流泪，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带着慈悲的任务来的。老天爷给了你这种过度敏感，甚至有些通灵的体质，给了你超乎常人的同理心，不是为了要惩罚你，而是因为你肩负着管理人间善恶秩序、转达天意，甚至济世救人的使命。所以不要再抱怨自己的善良总是没有好报了。你的善良是你灵魂的底色，是你作为神仙转世，作为成愿菩萨最宝贵的印记。接下来我就要带你来看看这些宿世带着极大福德与修行根基来到人间的女性，这些成愿再来的觉醒者，他们的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凡人没有的相貌特征与生命轨迹？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那个人就是你自己，请你一定要学会好好拥抱自己。各位朋友，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在人间总是多灾多难，却又心软慈悲的人，很可能是乘愿再来的老灵魂。这时候，很多人心里一定会有个疑问：我茫茫人海中，我该怎么认出这些出众的人呢？或者，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在民间的算命馆里，看相的师傅会拿着放大镜告诉你哪里长痣会发财，哪里骨头高会长权。但在我们深邃的佛法智慧里，看人从来不是看那一副皮囊，而是看透皮囊背后的真如本心。佛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8个字就是宇宙间最精准的看相法则。一个人的面相其实就是他灵魂的履历表。你这辈子长什么样子，不仅仅是父母亲的基因决定的，它更是你过去生生世世的业力与愿力在这一生肉体上的显化。那些从天界下来的，或是过去世有着大修行、大福报的女生，她们的五官轮廓往往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仙气与佛像。这种相貌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尖下巴、大眼睛的塑胶完美脸，而是一种让你一看到它，心里就会莫名平静下来的庄严相与慈悲相。接下来，我就带你一一拆解这些神仙转世的女生身上究竟带有哪4种特殊的面相特征。我们不讲迷信，我们从佛法的底层逻辑来看看这些特征背后藏着多么动人的灵魂故事。首先，第一个特征是宽阔明润的额头。在传统面相学里，额头代表一个人的早年运势、智慧和福气。老一辈常说，额头宽的女人是富贵命。但我要告诉你，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额头之所以宽阔明亮，是因为他在过去无数次的轮回里修持了极高的般若智慧。什么是般若智慧？那不是会考试、会赚钱的小聪明，而是一种看透世间无常，却依然热爱世间的大智慧。这类女生，她们的思维往往比同龄人还要宏大深远。她们遇到挫折时，虽然也会痛，但她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念。这宽阔的额头就像是一面没有灰尘的明镜，因为心里没有装进算计他人的阴暗心思，没有那些狭隘的嫉妒与怨恨，所以这股清净的能量往上走，就显化成了饱满的额头。这就是为什么拥有这种面相的女生身上总是自带一种从容不迫的贵气。这份贵气是生生世世修来的通透。第二个特征是大家最熟悉的厚大柔软的耳垂。你看过寺庙里的佛像菩萨像吗？每一尊佛菩萨都有着垂到肩膀的长耳垂。在民间这叫福相，但在佛法里这代表着2个字：倾听与包容。为什么成愿再来的人耳垂会特别厚大柔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修行中发愿要倾听世间所有的苦难之音，就如同观世音菩萨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拥有这种耳垂的女人性格极其宽厚友善，她们有一颗极为珍贵的平等心。即使她们今天家财万贯，身居高位，她们对待打扫的清洁阿姨和对待公司的大老板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她们不会看不起任何人。这种柔软不是懦弱，而是灵魂极度强大后所展现的温柔。老一辈说，娶到这种女人会旺夫，会带给家人福气。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因为她们的内心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无论丈夫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无论孩子多么吵闹，她们那厚大柔软的能量场都能把这些负面情绪全部吸收、包容，然后转化为祥和。这哪里是运气好？这根本是他们用自己的慈悲磁场在替整个家庭挡灾祈福啊！第3个特征是端正挺拔的鼻梁。
鼻子在脸部的正中央，在面相中它代表财库，但在修行人的眼里，鼻子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中道与定力。一个鼻梁挺拔端正的女人，代表她拥有非常独立的思想，她不会随波逐流，不会因为别人都在做坏事，她就跟着去同流合污。她的脊梁骨是直的，她的心是正的。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为了赚钱，为了上位，可以放弃底线，但这类成愿再来的女生不行，她们的灵魂里有一把戒尺，这把戒尺就显化为她们脸上那端正的鼻梁。她们处事干练、自信，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高洁的气质，因为她们知道人间的名利都只是暂时的借用，唯有灵魂的干净才是永恒的归宿。这份在红尘中依然保持清醒的定力，就是最大的修行。最后一个特征是丰满却不张扬的嘴唇。很多命理师会说，嘴唇丰满的女人性感，异性缘好，人脉广。但我要请你更深一层的去感受，在佛教的十善业中，有4项都跟嘴巴有关：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一个嘴唇生得丰满、唇形美好的女人，是因为她过去世造了无数的口业。等一下，别误会，我说的不是坏的口业，而是善的口业。他们习惯说赞美别人的话，习惯说安慰别人的爱语。他们的嘴巴不是用来八卦别人，不是用来像刀子一样刺伤家人的，而是用来结善缘的。更有趣的是，很多人发现这类女生为人处事低调，特别是接受和灵界有关的事情很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丰满的嘴唇代表了包容与接收，她们有一种极强的直觉力与韧性。当遇到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灵性事件，或者遇到人生重大的无常打击时，她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大呼小叫、怨天尤人，他们会轻轻抿起那丰润的双唇，把苦难默默吞进肚子里，用自己灵魂的温度去消化它。他们在家庭和事业中总是扮演着那个默默付出的帮手，不抢风头，却是整个团队或家庭里最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针。各位朋友，听到这里，你可以拿出一面镜子，或者转头看看你身边的那位女性。她们或许没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但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她们的额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耳垂承载着包容的温柔，鼻梁坚守着善良的底线，双唇诉说着慈悲的爱语。这就是相由心生，这就是老天爷赐给人间最美丽的风景。刚才我们从面相看到了这些成愿再来的觉醒者身上带着多么美好的慈悲印记，但这时候荧幕前的你可能会苦笑着问我，如果我真的是神仙转世，如果我真的自带福报，那为什么我这辈子活得这么苦？为什么我总是遇到渣男，遇到背叛？为什么我从小到大身体总是很虚弱，甚至生过几场大病，差点连命都没了？在民间的说法里，这叫命犯孤星，或者是业障重。但今天我要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你知道吗？在你投胎来到这个人间之前，你的灵魂其实早就看过了这辈子的剧本。你之所以会经历这些撕心裂肺的痛，不是因为老天爷在惩罚你，而是因为这是老天爷为你量身定制的专属闹钟。我们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特征。你是不是生来就多灾多难？小时候常常莫名其妙发高烧，甚至得过一些连医生都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你是不是经历过一次甚至好几次的车祸、意外，最后却又奇迹般的大难不死？普通人遇到这些事，可能会觉得自己倒霉透顶，但在佛法里，这叫做逆增上缘。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是一个带着使命来的老灵魂，老天爷怕你在人间这座繁华的游乐园里玩得太开心，迷失了自己，忘记了你原本是要来救人，要来修行的，所以
它必须用苦难、疾病和背叛来狠狠地敲醒你。那些打不倒你的灾难，其实都是在帮你的灵魂脱壳。每一次的大难不死，都是因为你的护法神在紧紧拉着你，告诉你，孩子，你还有任务没完成，你不能走。我给你分享一个佛教历史上非常震撼真实的真实故事。在中国近代，有一位极为著名的高僧，叫做虚云老和尚，他活到了120岁。如果你去看他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多灾多难、大难不死的最佳代言人。虚云老和尚一生经历了10次极大的劫难，48次奇迹般的逢凶化吉。他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曾经3步一拜，从普陀山一路拜到五台山，整整拜了3年。这中间，他遇到过漫天的大雪，差点冻死在破庙里。他曾经生了重病，全身无力，连水都喝不下一口。他甚至曾经不小心掉进湍急的江水里，在水里浮沉了一整天，被渔夫捞起来的时候，全身都已经泡得发白，连呼吸都停了。普通人经历其中一样，早就放弃了，或者早就没命了。但虚云老和尚醒来后，第一件事做什么？他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双手合十，继续往前走。后来到了他112岁高龄的时候，他甚至遭遇了严重的毒打，被打到头破血流，肋骨断裂，昏死了好几天。所有人都以为老和尚这回肯定挺不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他微微睁开眼睛，第一句话竟然是告诉身边的弟子，我刚才去了一趟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讲经了，菩萨告诉我，我的业障还没了结，必须再回到人间。各位朋友，你听懂了吗？虚云老和尚难道没有福报吗？他是一代高僧啊，但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苦难？因为这是他发的愿，他要用自己这副血肉之躯的痛苦来告诉世人，肉身的磨难摧毁不了一个清净的灵魂。这就是神仙转世，这就是菩萨成愿再来最真实的写照。我们把镜头拉回现代，我之前遇过一位女信众，我们姑且叫她林姐。林姐就是那种标准的好女人，她为家庭付出了30年，照顾公婆，拉拔孩子，省吃俭用。结果到了50岁那年，先生外遇，把家里的钱都卷走了。更残酷的是，就在同一年，林姐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第3期，家破人亡，加上重病缠身。林姐当时在佛堂里哭着问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当时我就跟她分享了虚云老和尚的故事。我告诉她，林姐，你现在受的苦不是业障，是你灵魂的破茧而出。老天爷剥夺了你对婚姻的依赖，剥夺了你对金钱的执着，甚至用疾病来威胁你的肉身，是为了逼你把目光从别人身上收回到自己的心上。后来林姐经历了痛苦的化疗，几次在鬼门关前徘徊，她奇迹般的挺了过来。大难不死后的林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的她眼里只有无奈和怨恨，现在的她眼神里充满了慈悲。因为她自己痛过，所以当她去医院当志工，看到其他癌症病患在哭泣时，她不需要说什么大道理，她只要过去轻轻抱住对方，对方就能感受到那股巨大的安慰力量。这就是你为什么会多灾多难的原因。老天爷让你看尽了人情的冷暖，让你经历了生死的边缘，是为了在你心里种下一颗同理心的种子。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是无法真正体会众生之苦的。如果你没有生过那场怪病，没有经历过那次意外，你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敬畏生命。如果你没有被最爱的人狠狠伤害过，你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放下执着。所以，荧幕前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总是不好，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疲倦或病痛，请你深呼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
说一声辛苦了。你要知道，你不是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你是老天爷精挑细选的战士。那些打在身上的伤痕，都是你这辈子准备用来度化别人的勋章。聊完了身体与命运上的苦难，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你内心深处那些连最亲密的人可能都不理解的怪异特质。大家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从小就有一个特点，心特别软，软到连一只小虫子都不忍心伤害。看到别人杀生，或者看到流浪狗、流浪猫受苦，你的心就会像被针扎一样痛。不仅如此，在这个大家都拼命赚钱，把利益看得很重的社会里，你却总是对金钱提不起太大的兴趣。你总觉得钱够用就好，为了赚钱去算计别人，去争权夺利，这让你感到非常疲惫与厌恶。很多人笑你傻，说你没有企图心，视金钱为无物。除了性格上的淡薄，你的身体和直觉似乎也跟别人不太一样。你是不是经常会做一些非常奇妙的梦？有时候梦到自己飞上云端，有时候梦到庄严的神佛对你微笑，或者梦见一些穿着古装的人教你一些你醒来就忘记的知识。更有甚者，当你走进某些寺庙、道场，或者是靠近一些磁场特殊的地方时，你的身体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应。你会忽然觉得一阵冷，一阵热，头皮发麻发胀，全身起满鸡皮疙瘩，汗毛直竖，甚至你会控制不住的一直流眼泪、打哈欠，偶尔还会伴随着莫名其妙的头晕。很多人遇到这些情况会跑去收经，以为自己是卡到阴，或者是生了什么奇怪的病。但今天我要用佛法的智慧告诉你，别害怕，你不是生病了，你只是拥有了一种极度纯粹的灵魂天赋。在佛法里，这叫做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以及宿世善根的共振。为什么你不敢杀生，视金钱为无物？因为你的灵魂层次太高了。你潜意识里知道，所有的众生在过去世中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亲眷。你也知道，世间的财富都是带不走的虚幻。这不是你傻，这是你灵魂深处自带的洁癖。说到这种视金钱为无物、不忍杀生到极致的修行者，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近代高僧弘一法师的故事。弘一法师出家前叫做李叔同，他是当时顶级的富家公子，才华洋溢，音乐、绘画、戏剧样样精通，可以说拥有着世人梦寐以求的所有财富与名声。但就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些金钱与名利都只是过眼云烟，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散尽家财，剃度出家，换上了一身破旧的僧袍。他出家后过着极度清苦的生活，一件僧衣补了又补，穿了几十年。这就是真正的视金钱为无物。更让人震撼的是他对生命的敬畏。有一次，弘一法师要去拜访著名的教育家夏愚尊，夏全尊请法师坐下，却看到弘一法师在坐下之前，轻轻地把藤椅拿起来，摇了摇，然后才慢慢坐下。夏尊觉得很奇怪，就问法师：“您为什么要摇椅子呢？”弘一法师温柔地回答：“这藤椅的缝隙里可能躲着一些小虫子，我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我先摇一摇，让它们有时间逃走。”各位朋友，这就是成愿再来的老灵魂，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是没有分别心的。当你也能对一只小虫子产生如此深刻的慈悲时，你身上的磁场就已经与佛菩萨的频率完全对齐了。那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你会做怪梦？为什么你进到庙里会头皮发麻、流眼泪？我认识一位在中医诊所帮忙的志工陈小姐，她就有着非常典型的敏感体质。她从小就不敢吃肉，一碰到不干净的磁场就会莫名其妙的头晕。最夸张的是，每次她只要踏进观音庙的大殿，
眼泪就会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不受控制的狂流，全身狂起鸡皮疙瘩。他曾经非常苦恼，觉得自己是个怪胎，甚至不敢去公共场所。后来一位修行的师父点醒了他。师父说：孩子，你进到庙里会流泪，会起鸡皮疙瘩，那是因为你的灵魂认得这个地方。你过去世一定在佛前常伴，你的灵魂记忆深处刻着对佛菩萨的眷恋。当你再次靠近那个清净的磁场时，就像是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是感动的眼泪，是灵魂深处的共振啊！那些奇怪的梦，那些神佛的教导，其实是你的潜意识，或者是你的指导灵、护法神在偷偷给你补课，他们在唤醒你沉睡的记忆。上苍保留了你与天界、地界沟通的能力，保留了你这份极度敏感的雷达，是为了让你能够敏锐地感知别人的痛苦。如果你没有这种敏感，你怎么去体会病人的绝望？你怎么去安抚那些受伤的灵魂？所以，荧幕前的你，如果你也有这些特征，请不要再把它当成一种负担。你的敏感是你用来济世救人的法器，你的眼泪是洗刷这世间冷漠的甘露。当你下一次进到庙里，再次感到头皮发麻、热泪盈眶的时候，请你不要抗拒，不要害怕，你只需要轻轻地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佛菩萨，我回来了，我准备好要接下我的使命了。听完了前面的故事，你是不是对自己的灵魂有了更深的认识与疼惜？我们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乘愿再来的老灵魂，如果你天生就带着这么大的慈悲心，这么敏感的雷达，那你一定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会觉得很累，因为这个世界的负能量太多了。你走在路上，别人的一句抱怨，同事的一个白眼，甚至是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悲伤的新闻，都会像无形的重担压在心头，把那些沉重的情绪全部吸进你的身体里。很多善良的人，最后之所以会生病、会崩溃，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只懂得给予，却不懂得保护自己。你的善良必须要长出牙齿，你的慈悲必须要穿上铠甲。今天我不教你念那些很长、很难懂的经文，我要送给你4个今天看完影片，你在家里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这4个行动就是老天爷赐给你的隐形铠甲，能帮你随时随地清理并保护你的高频能量场。第一步行动叫做睡前3分钟的白光微观想。刚才我们提到，这类人很容易做怪梦，或者睡眠品质不好，那是因为你白天沾染了太多红尘的杂质。从今天晚上开始，当你躺在床上，关掉手机，闭上眼睛，请你先做3次深深的呼吸，然后在脑海中想象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道非常温暖、非常柔和的白色光芒。这道光就像是观世音菩萨净水瓶里的甘露水，想象这道白光从你的头顶慢慢流下来，流过你的额头，流过你今天紧绷的肩膀，流过你的心脏，最后从你的脚底流出去。在这3分钟里，你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我愿意释放今天所有不属于我的情绪，我将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我只留下平静与慈悲。这个简单的观想在佛法里叫做净化磁场。每天晚上做1次，你会发现你的梦境变得清明了。第2天醒来，身体那种莫名其妙的沉重感也会跟着消失。第2步行动叫做设立慈悲的隐形结界。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去一个你明明知道磁场很混乱的地方，比如去医院探病，去人挤人的菜市场，或者你要去见一个总是喜欢抱怨、充满负能量的亲戚，请你一定要在踏出门之前做这个动作。站在镜子前面，深呼吸，想象自己的身体周围被一个巨大
透明的金色泡泡包围着。这个金色的泡泡就是你的结界。你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心是柔软的，但我周围的能量场是坚固的。我可以倾听你的苦难，但我拒绝吸收你的业力。当那个负能量满满的人又开始在你面前抱怨、骂人的时候，你就在脑海里看着那个金色的泡泡，你会神奇地发现，他的话语就像是打在泡泡上的小雨滴，顺着边缘滑落了，根本进不到你的心里。你依然可以微笑看着他，但你的灵魂却是安全、不受干扰的。第三步行动是学会止语的转念说话术。我们这类人因为心软，很容易被那些得寸进尺的人欺负。当你被别人误解、被别人恶意攻击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委屈，然后想要开口辩解，甚至生气地跟对方吵架。但是，亲爱的朋友，请记住我这句话，永远不要和消耗你的人争辩，因为那会拉低你的频率。佛陀曾经教导我们，面对恶意，最好的武器是沉默的慈悲。下次再遇到有人对你发脾气，无端指责你的时候，请你试着把嘴巴闭上，做3秒钟的止语。在这3秒钟里，你不要看着他的愤怒，你要看着他灵魂深处的愚痴与痛苦。一个快乐、富足的人是不会随便攻击别人的。他之所以骂你，是因为他心里装满了垃圾。这时候，你在心里默默对他说一句：愿你早日脱离内心的痛苦，阿弥陀佛。或者简单的说一句：愿你平静，然后优雅地转身离开。你不需要用恶言恶语去造口业，你用一句无声的祝福就把这段恶缘给化解了。这就是极致的修为。最后一个行动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每天早上的一杯水供养。很多修行人会在家里供佛像、供鲜花，但其实最好的供养是你那一颗清净的心。每天早上起床，为自己倒一杯温开水，在喝下这杯水之前，请你用双手捧着水杯，安静地看着杯子里的水，停顿5秒钟，然后在心里说3句话：感恩这杯水滋养我的身体，感恩我还活着，拥有1天的时间去体验人生。愿我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都能成为我觉醒的养分。说完之后，慢慢地把这杯水喝下去。水在佛教里代表着清净与平等。当你把感恩的意念注入这杯水里，这杯水就成了全宇宙最有能量的大杯水。它会顺着你的食道，唤醒你全身的细胞，让你一整天都处在一个极高、极稳定的频率之中。各位朋友，这4个微小的行动，不花你1毛钱，也不需要你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但只要你愿意每天去练习，我保证，你那原本疲惫不堪的老灵魂一定会重新长出强壮的翅膀。我们今天的分享不知不觉也来到了尾声。回顾这30多分钟的旅程，我们从面相上的福报谈到了生命里的苦难，从你那份不被世人理解的敏感聊到了如何在日常中保护自己的清净心。我不知道荧幕前的你现在正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阶段，也许你正在为家庭的琐事烦心，也许你正在为了身体的病痛感到无助，又或者你只是在无数个深夜里觉得自己好孤独、好累。但请你一定要记得今天我对你说的话，你真的不是来人间受苦的，你是带着极大的愿力，带着满腔的慈悲，诚愿再来的老灵魂。你身上那些别人看不懂的特征，你所经历的那些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都是老天爷为你量身打造的考卷，也是你灵魂觉醒的印记。当你痛过、哭过、绝望过，却依然选择善良，依然愿意用温柔去拥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已经圆满了你这辈子的修行。人间这所道场虽然很苦，但请相信，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独自前行，你的护法神一直都在，十方三世的佛菩萨
也时时刻刻都在虚空中用最慈悲的目光注视着你，护念着你。在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各位朋友一起来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影片下方这个小小的留言区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灵魂，每一位诚愿再来的菩萨，都能在留言区里留下一句你的善言，或者是为家人祈福的话语。你可以写下愿世间所有的苦难都能被温柔以待，也可以写下愿我与家人平安健康，福慧双修，或者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阿弥陀佛。我愿以慈悲心看待一切。当我们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充满光与爱的文字时，我们就能共同创造出一个频率极高、充满正能量的慈悲磁场。这股力量不仅能回向给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也能温暖每一个无意间点进来正处于低谷的陌生灵魂。这就是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出的最美好的微小布施。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深深触动了你的心，请把它分享给身边那些善良却总是受伤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感恩你今天的陪伴，愿你未来的日子里眼中有光，心中有爱，无惧风雨，自在从容。我们下期再见。